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俗话说，人无骨而不立，骨无节而不活。人类之所以能够做出各种复杂的动作，离不开关节、肌肉等组织的相互配合。而在这些生理活动过程中，钙的充足至关重要。而人体的衰老往往就是从骨骼的衰退开始的。据疾控中心数据显示，中国是全球骨质疏松患者最多的国家，目前已达 1.6 亿人。60到70岁年龄段的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为 58%， 70岁以上将近为 100%。 在年龄增长过程中，身体的钙质逐渐的流失，没有及时补充，可能就会骨头变得脆弱，最后引发骨质疏松症。而在患病期间，不少人会有关节或者是某些部位骨骼疼痛的症状，正常生活会受到影响，严重时有骨折的风险。因此要正确的预防，保持骨骼的健康状态。中老年人该如何的预防该疾病呢？据日媒日刊的报道，日本的广岛县大崎上岛因柠檬产量全日本第一，称为柠檬岛。有趣的是，该岛住民少有骨质疏松的问题，平均寿命也比其他的地区多7岁。这深深地吸引了广岛大学健肤子学部理学疗法科教授饭田忠行等人。而后研究人员以柠檬岛上平均年龄约61岁的居民共90位为对象，研究以食用柠檬多少分为2组。结果显示，一天多摄取1个柠檬，骨密度平均提升了 0.7， 定期食用柠檬的人骨密度平均值较高，骨质疏松的风险较低，这也是岛民较长寿的原因之一。柠檬补钙法宝，神奇的柠檬。研究证实，维持骨质的营养素钙本身是一种不容易吸收的成分，但是通过柠檬所含的柠檬酸螯合作用，可以使钙成为肠道好吸收的形态，大约能够提高 10% 到 20% 的钙质吸收率。另外，柠檬也具有很好的降血压的效果，可以预防动脉硬化。动脉硬化的成因之一是坏胆固醇经过氧化而附着在动脉壁上，而柠檬所含的丰富多酚类的物质就能够抗氧化，使得坏胆固醇不容易吸附在动脉壁上。除了柠檬以外，还有5大补钙食物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第5名，紫菜。紫菜促进骨骼保健，提高免疫力。紫菜的营养丰富，含碘量高，含钙量也不少，富含胆碱和钙、铁，能够增强记忆，治疗妇幼贫血，促进骨骼牙齿的生长和保健，提高机体免疫力，且有效的成分能够防治肿瘤。第4名，乳酪。食物补钙最佳的选择。奶制品是食物补钙的最佳选择，奶酪正是含钙较多的奶制品，而且这些钙很容易的吸收。奶酪能够增进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，促进代谢，增强活力，保护眼睛并保持肌肤的健美。奶酪中的乳酸菌以及其他代谢产物对人体有一定的保健作用，有利于维持人体肠道内正常的菌群的稳定和平衡，防止便秘和腹泻。第3位，胡萝卜缨。胡萝卜缨也就是胡萝卜顶端长长的叶子，很多人都把胡萝卜缨给扔掉了。其实萝卜缨只是营养非常全面的蔬菜，在食品营养元素表中，胡萝卜缨排在所有蔬菜含钙量的第1位，几乎是牛奶的3倍，而且不仅钙含量高，还富含钾和铁以及维生素 K。 萝卜缨的吃法有很多，可以炒菜、凉拌、粉蒸、煎蛋都很美味，错过就很可惜了。第2名，虾皮。防骨质疏松症，增强体质。虾皮的含钙量很高，仅次于芝麻酱。虾米的营养丰富，含蛋白质是鱼蛋奶的几倍到几十倍，还含有丰富的钾、碘、镁、磷等的矿物质以及维生素，对身体虚弱以及病后需要调理的人来说是极好的食物。虾皮还可以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，防止动脉硬化，
同时还能够扩张冠状动脉，有利于预防高血压和心肌梗塞。老年人常食虾皮可以预防自身因缺钙所导致的骨质疏松症。老年人的饭菜里面放一些虾皮，对提高食欲和增强体质也很有好处。第一名，芝麻酱。不吃钙片也补钙。很多人以为钙含量最丰富的是牛奶，其实在日常的食物中，含钙量最丰富的是芝麻酱。芝麻酱富含蛋白质、氨基酸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含钙量比蔬菜和豆类都高很多。经常食用对骨骼、牙齿的发育都大有益处。黑芝麻含有丰富的卵磷脂，可以预防头发过早的变白或者是脱落。芝麻中含有大量的油脂，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。此外，黑色入肾，经常吃黑芝麻可以把肾补上了。即使不吃钙片，肾也会从食物中吸收钙质。年纪大了以后，只有钙质充足，骨骼健壮，全身才能够少病痛，延年又益寿。这些排名前5的补钙食物，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对照着吃，尤其是老年人。除了补钙，防治骨质疏松，还应该做好这4件事。一、营养全面。除了钙，其他多种的矿物质、维生素等的营养元素缺乏，同样会导致骨质疏松。要预防骨质疏松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饮食多样化，来保证营养全面。2、适当运动。人体在运动时产生的机械刺激能够改变骨骼的构型，每天坚持适当的运动，有助于骨骼的健康。相反，长期不喜欢运动的人，则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。缺乏运动也是骨质疏松重要的发病原因之一。有研究显示，运动强度在最大运动限度 70% 到 80% 的运动，能对骨密度起到保护作用。但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不宜天天进行，每周2到3次，每次15到60分钟左右就可以。此外，要维持骨骼健康，日常应坚持中低强度的体育运动。3、适当的晒晒太阳。为了避免骨质疏松症的出现，日常生活中应该适当的晒太阳。因为要保护骨骼，让身体的钙质吸收的速度加快，不单纯要补钙，还应该获取足够的维生素，而通过饮食能够摄入人体需要的多种维生素。当然，在晒太阳的过程中，身体也可以合成维生素 D， 这种物质获取量充足，钙质就可以更好的吸收。除此之外，长期的大量吸烟会促使血钙增加，使尿钙的排出量增加，同时还会导致骨小梁体积变小，骨形成率和骨矿盐沉积率降低。另外，长期过量饮酒也会导致血中的乙醇浓度升高，可抑制成骨细胞的功能，影响骨骼的生长和发育，加快骨质丢失。浓茶、咖啡饮料这些富含咖啡因的饮品中，咖啡因可以促使尿钙排泄，加剧钙的流失，增加骨质疏松症的发生风险。3、骨质疏松症的高发人群。1、不喜欢喝牛奶、吃鸡蛋、吃绿叶蔬菜，饮食中钙质缺乏的人。2、绝经期后的女性，雌激素分泌大幅的下降。3、长期宅在家不爱晒太阳，维生素 D 缺乏的人。4、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病人，甲状腺素分泌过多。5、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人。6、经常吸烟、喝酒、喝咖啡、浓茶饮料的人。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的问题非常严重，近年来它也是导致中老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很多人只是想通过服用钙片来补钙，事实上，食品才是钙的最主要的来源，应该将饮食补钙放在首位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